2025年上半年，美国实际 GDP 增长的约92%，来自一个仅占 GDP 约4%的项目——信息处理设备与软件投资。这不是哪家机构的推演，是哈佛经济学家杰森·福曼 （Jason Furman） 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的标准国民账户数据做出的拆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剔除这些类别，同期 GDP 增长的年化率大约是 0.1%。这一拆分后来被多家媒体与评论者反复引用。拿起第一片镜子，名义口径把投入的美元和收回的美元放在同一张报表上比，结论是清楚的，按名义现金流计算。一些分析认为，超大规模 AI 基建投资的可见回收仍远远落后于投入。在这片镜子里 92% 是一根靠嵌条撑起来的柱子，增长是借来的。换一片，同一批算力，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估算，名义 AI 算力支出从2023年的约370亿美元涨到2024年的约900亿，再到2025年的约2190亿。换上 PIIE 今年春天发表的质量调整框架，用固定能力水平下推理测 API 价格的暴跌当平减指数。同一批算力的质量调整后产出在2024和2025年各增长逾2000个百分点，即约20倍以上。在这片镜子里 92% 不是借来的增长，是被传统账本系统性低估的繁荣。国民账户压根就没有一把亮得住它的尺子。同一批数字，两片镜子，两个方向相反的结论。有人在第一片里读出了1996年的光纤泡沫重演，有人在第二片里读出了电力革命前夜的索洛悖论正在溶解。谁站在哪片镜子前，大概率都会读出同样的结论。问题不在读镜子的人，在镜子。这篇文章不压哪片对，他只想拆一件事。结论是镜子的函数，不是数据本身的函数。而这道题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伪装成一份不需要选择的客观报表。先把两把尺的刻度摊开。第一把 BEA 的国民账户。BEA 当前没有一条专用的 AI 平减指数。AI 相关的硬件、软件、云服务分散嵌在现有的供给使用表里。用的是标准 IT 和软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做质量调整，那些指数是为节奏慢得多的传统技术设计的。BEA 的研究论文指出 ，AI 的产出被混在非 AI 产出的现有产品类别中，现有平减指数大概率低估了 AI 硬件和软件的快速质量改善与价格下降。AI 活动在 GDP 统计里难以被单独识别。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以主题卫星账户 （Satellite Account） 框架来改进测量，但那个账户还没影。换言之，当你看到一张写着 AI 投资的 IRR 内部收益率为负的报表时，在 BEA 名义口径下读出这个负号的人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手里只有这一把尺，尺本身的刻度是按上一代技术的节拍刻的。AI 在里头是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寄居户。第二把 PIIE 的框架另起了一套刻度。据 Korinek 与 McKelvey 在工作论文中的构造，推理测使用固定智能水平下 API 最低价格的变化速度来构建一条链式费雪价格指数，每 token 价格约以每年 97% 的速度下降，相当于约35倍的效率提升。再按基准响应长度约每年 2.2 倍的增长做调整，净推理平减指数年降幅约为 94%， 即价格指数约 0.063。在训练侧，他用算法进步带来的等效算力每年约3倍增长来构建训练平减指数，把名义算力支出除以这些极其陡峭的降价曲线，质量调整后的 AI 产出在2024和2025年各增长逾2000个百分点。PIIE 进一步估算2025年名义 AI GDP 约2500亿美元。在这把尺下 ，AI 的产出不是在 GDP 里找不到，是 GDP 的刻度本身跟不上。就像拿一根只能量到1米的卷尺去量一条10米的绳子，
你读出来的不是绳子短了，是尺不够长。2把尺各自的内部逻辑都是自洽的。站在 BEA 的镜子前读出负 IRR 的人，站在 PEIIE 的镜子前读出20多倍增长的人，他们看的是同一批底片，但冲洗药水不同，照片就反了。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后面所有祛魅开始之前，先承认，在当时各自的那片镜子下，2种读数都不是迟钝，都是数据在那种口径里诚实呈现出来的样子。第一片名义现金流，算力进去了多少钱，收回来多少，这是 BEA 镜子的核心层。在名义口径里，你数的是美元，花了多少，赚回多少，差额是正是负。2025年上半年，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约占 GDP 的 4%， 却撑起了增长的约 92%。按名义现金流口径，分析者普遍指出，这些超大规模投资的可见回收远落后于投入。在这层镜子里，结论写得很清楚，投入远大于可见回收，增长是借来的。但是，在这层口径里，能看见的回收，只有模型厂商利润表上以美元计价的 token 销售、席位费、API 调用收入。如果 AI 释放的真实效能以大幅降价的形式流向了下游，就像铁路把运输成本压到运河时代的1/10，运费省下来的钱没有出现在铁路公司的利润里，那么名义口径的回收栏天然漏记了这笔巨大的消费者剩余与外部生产率红利。这不是在说名义口径错了，是在说它有一个结构性的盲窗，它亮的是谁赚到了钱，不是谁省下了钱。第二片质量调整产出，同一批算力换一条降价曲线去除价。PIIE 的镜子照的是另一面，他不问投入多少美元收回多少，他问同样$1的算力，今年比去年多做多少事。每 token 价格年降约 97%， 约35倍的效率提升，经响应长度增长约 2.2 倍抵消后，净平减指数年降约 94%。 同一$1今年买到的推理量大约是去年的10几倍。用这条极陡的降价曲线当平减指数，去除名义支出里的价格下降成分，剩下来的质量调整产出就成指数爆炸。在这层镜子里，不是 AI 没有产出，是产出以单位价格崩塌的形式被释放掉了。好比一座水坝蓄满了水，闸门开得极低，下游灌溉了1000亩良田，但水坝自己的账本上只记了一条细流的受水收入。然而，这片镜子也有它自己的盲窗，它亮的是能力涨了多少，不是涨出来的能力有多少，被谁以多少钱买走、留住、持续付费。即便能力大幅上升，企业端能否持续付费，平台能否稳定捕获价值，仍是另一道问题。增长了的能力和被捕获的价值之间缺一条桥。第三片调转枪口，给投入也带上同一副镜片。前2片镜子还只是各照各的，各自忙。第3片最狠，他把 PIIE 自己偏爱的那片镜子调转过来，对准了他不想照的一面。PIIE 的质量调整只给产出端带了镜片，推理价格暴跌，质量调整产出暴涨，结论是产出被低估。但如果你对称地把同一副镜片也给投入端带上，用每秒浮点运算量上调资本存量的账面价值，毕竟今年$1的 GPU 算力也比去年强了好几倍，会怎样？这就要回到 TFP 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余值公式，总产出增长减去资本贡献减去劳动贡献，剩下的残差就是技术进步。按对称质量调整的增长核算推演，如果你把资本的质量调整做得和产出一样激进，质量上调后的资本存量会呈指数增长，它会迅速吸收掉产出增长里的全部残差。这意味着测算出来的 TFP 增长反而变低，甚至在数学上可能变成负数。这条推演并非没有先例。1990年代末的电力化研究里，
这个问题已经被精确地解剖过，对资本进行充分的质量调整，在余值法下会把所有进步归入资本深化 （capital deepening）， 让 TFP 在数据上消失，技术在狂飙，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这不是悖论，是只给一端调不给另一端调的口径选择造出来的。PIIE 的作者本人也清楚这件事，他们在论文里标明，这些估算是一个上界 upper bound， 而非点估计 point estimate 是初步近似 first approximation， 与2000个百分点的产出增长约20倍以上，是在一整套假设全部对齐且只给产出端做质量调整的条件下才撑得起来的上界。所以第三片镜子揭穿的不是 PIIE 的数学，数学是对的，而是它的口径选择，给哪一端带镜片，不给哪一端带，本身就是一次沉默的推断。这和 BEA 不建 AI 卫星账户是同一类，沉默不做某件事，本身就把结论推向了某个方向。如果你心里隐约觉得，反正历史证明过，微观投资者亏光了也没关系，宏观一样繁荣，这一节要拆的就是这个安慰。它有一半是对的，但另一半的前提恰好不在 AI 这边。铁路1843年到1850年的英国铁路狂热，铁路资本支出一度占英国经济总量的极高比例，股价从低点涨了超过70%，随后崩跌超过60%，数以百计的公司负 IRR， 破产，运营商债务违约，微观是一片焦土。但经济史学者克拉夫茨 Nicholas Crafts 转述霍克的测算显示，英国铁路投资的社会收益率约 15%， 而微观投资者的私人收益率只有约 5%。 微观血流成河的同一批年头里，宏观社会是在狂赚，社会收益约为私人收益的3倍。电力1890年代到1920年代，电气化设备出货激增，但全要素生产率在前几十年不增反降。这正是保罗·大卫 Paul David 在1990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的经典论文《发电机与计算机》里解剖的生产率悖论。工厂只是把蒸汽机换成电动机，皮带和吊轴还在，摩擦损耗没消，旧资本和新资本并行存在，资本产出比不降反升。直到蒸汽设备折旧完毕，工厂从多层垂直结构彻底重建为单层水平布局，每台机器自带独立电机，组织资本重组完成，全要素生产率才在1920年代集中爆发。技术扩散与产出统计之间的时间差长达数十年。运河1790年到1810年的英国运河狂热，比铁路早了半个世纪。有研究称，1763年布里奇沃特运河一开通，曼彻斯特的煤价直接减半。随后的狂热期批准了数百条运河，多数因为水源不足、地质超支、重复建设而烂尾，微观 IRR 崩溃。然而，那些在微观财务上注定无法收回投资的运河，在被清算重组之后，以极低的边际成本为第一代纺织厂和铸铁厂运送了几十年廉价的动力煤。微观投资者血本无归所沉淀下来的廉价水道网络，成了英国工业革命得以率先启动的物理底座。三岸共证一件事，在通用目的技术的建设高潮期，微观负 IRR 和宏观繁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被时间非对称的剥离。谁在高潮期只拿一面说事，只看微观说泡沫，只看宏观说革命，大概率都会被后来的裁决打脸。如果故事讲到这里就停，那结论太好听了。放心吧，历史已经证明，微观亏了，宏观照样赢。但这个安慰有2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资产耐用，铁路的路权和铁轨折旧周期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运营商破产了，路权被以极低价格转手，新主人靠低成本继续运营。微观投资者亏掉的钱变成了下游用户永久享有的低运费红利。运河更极端，
水稻是地里永久资产，只要不遭填埋，就以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持续为工业功能。微观死了，宏观活着，靠的是沉淀下来的物理底座不会消失。AI 的核心资本支出流向了什么？ GPU、TPU。在行业标准的会计处理中，加速折旧周期通常为3到5年的芯片，每一代出来，上一代就开始急速贬值。知识产权、模型权重、无形资产、清算残值极低。如果一家前沿模型公司破产，它的 GPU 在3年后值多少？它的权重在开源替代面前值多少？铁路的路权破产后还能继续跑火车。AI 的算力破产后，那批芯片大概率已经不值得通电了。第二个前提是天然垄断，运河一旦修通，在铁路出现之前不存在同质替代。你要从曼彻斯特往利物浦运煤，只有这条水道，没有第二条。铁路网络同理，路权一旦铺下，地理垄断形成，后来者绕不开，微观投资者亏的钱沉淀成了没有竞争替代的公共基础设施。AI 的大模型和算力在虚拟空间里运行，不受地理约束，不存在路权垄断。一家前沿模型的推理服务，面对的是全球每一家竞品，包括价格只有它若干1/10的开源替代。微观投资者亏的钱沉淀在一个没有地理护城河的赛道上，下一代模型出来，上一代连廉价转手继续运营的窗口都不一定有。两个前提：耐用、垄断。铁路都占，运河都占。电力因为发电厂的物理寿命和电网的自然垄断也部分占。AI 呢？在当前可观测的产业结构下，这两个前提的证据都不充分。所以别担心，微观亏损会像铁路一样沉淀成社会底座这句安慰。在把它的两个前提拆开来看之后，对 AI 可能不成立，它不是一定不成立。组织资本的重构、行业标准的沉淀，甚至国家层面的算力基础设施收编，都有可能在未来以某种当前不可见的方式部分替代物理耐用、天然垄断这两个旧前提。但那是存在变数层的可能，不是已兑现的事实。用一个存在变数去覆盖当前两个前提证据不充分的结构性缺口，锁定变量一松，整条安慰链就要从头重算。现在把3片镜子叠在一起看，第一片名义口径，92%的增长压在一根不到4%的柱子上，可见回收远落后于投入，增长是借来的。这片镜子量的是谁赚到了钱，它的盲窗是谁省下了钱，消费者剩余和外部生产率红利不在它的刻度上。第二片质量调整，同一批算力的质量调整产出年增于2000个百分点，是传统账本低估了的繁荣。这片镜子量的是能力涨了多少，它的盲窗是长出来的能力有多少被捕获、被留存、被持续付费，企业端能否稳定买单，这道桥还没有合拢。第三片调转枪口，按对称质量调整的增长核算推演，如果你把同一副镜片也给投入端带上，逾2000个百分点的产出增长在余值法下可能被资本深化吸收殆尽， TFP 反降甚至在数学上可能变负。逾2000个百分点不是真相，是只给一端调的口径选择造出来的上界。作者自己标的是上界而非点估计。3片镜子3次换镜，图景翻了3次，而真正承重的较量不在第一片和第二片之间，在第3片上，因为前2片揭穿的是各自有盲窗，第3片揭穿的是连那个号称要修正盲窗的框架本身也在做一个沉默的口径选择。历史提供的安慰，微观亏了没关系，宏观照样繁荣。在铁路、电力、运河的案例里都有据可查，但那份安慰有2个前提：物理资产耐用，到破产后仍能以低价继续供能；天然垄断让沉淀的底座无法被绕开。在当前可观测的 AI 产业结构下，这2个前提的证据都不充分。
也有人记下过一根撑起整幢楼的柱子被抽走的危险，也有人在用一个亮眼数字时，同时标注了一笔待校准的债。那都不是迟钝，也不是先知，是站在各自的那片镜子前，诚实地读出了他能给出的全部。所以，如果这场繁荣是真实的，和这场增长是借来的，你也曾信过其中一句，那么真正值得问的，或许已经不是哪个数字对不对了。在本文逐层换过的这几片镜子里，同一批数字始终没有给出过定案，而你信过的那个版本，它究竟是数据告诉你的，还是你选的那片镜子告诉你的呢？